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会得到怎样的惊喜？你们会迎接到一个怎样的转变？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可以在选牌的过程中，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首先呢，第1组牌我们看到的这张高塔牌啊，它代表的是福祸相依，也就是说，你们收到的这个惊喜，或者说你们在收到这个惊喜或者说好消息之前，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存在。也就是说，在你们接下来，或者说可能你们已经遭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把你们原有的计划和部署打乱。那在你们看来呢，可能说这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啊，但是你们可能会因祸得福而收获到另外的惊喜。所以说人生的玄妙可能会远远超出你们的预料，但是无论任何时候，你们都要相信，这其实都是宇宙最好的安排。而第2张牌呢，星币2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可能会收到不止一个好消息。因为你们甚至可能说这2个好消息，或者说得到的2个机会，会让你们不得不做出一个取舍和权衡。你们必须要放弃一个机会，去得到另一个机会。所以说这张牌，它的这种星币2带来的信息是选择和取舍。那么可以说这张牌它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在接下来因为你们在接下来可能会得到不止一个机会。而第3张牌呢，权杖国王的逆位啊，代表的是接下来你们会逐渐的克服掉自己内心当中那种鲁莽冲动的性格特质，更为冷静的思考。因为权杖它代表的是非常强大的火象能量，当权杖变成逆位的时候呢，那这种火象能量会被抑制啊，它能够帮助你们做出更正确的选择。你们只需要沉着冷静，实事求是，就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得到自己想要的。但是如果你们太冲动、太鲁莽，忽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太急于求成啊，你们就会把桌子上的好东西都扯到地下。而第4张牌呢，力量牌，它代表的是一种阴与阳的平衡和协调。那这张牌代表的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在拥有远大志向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记感受你们身边的美好。你们所渴望的美好，它其实不全都存在于远方。那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们所热爱的一切，同样也代表的是一种美好。你们现在处于这种琐碎的美好当中而不自知，所以说这种美好需要你们沉淀，把自己沉淀下来，用心去感受，那些躲在角落里边的欢愉和惬意。你们会发现，当你们能够用一种开放式的态度去发现身边的美好，你们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对于你们来说，看待这个世界方式的改变源自于你们的内心。那现在你们拥有的每一天都是宇宙的馈赠，那这些馈赠呢，本来都是在你们生命当中不存在的。所以说从今往后的每一天，不是失去，而是得到。那接下来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天使神谕卡呢，第1张牌 unlikely， 第2张牌是 no。 那么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可能有一种性格特质啊，你们容易把所有的事情都往一个最坏最糟糕的方向去考虑。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受迫害妄想症啊，但是事实上在过往的经验当中啊，你们所担心的那些极端的负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但是你们要清楚啊，吸引力法则它往往是双向作用的。你们相信美好的事情、美好的事物啊，它就会向你们涌来。当你们内心恐惧啊、害怕那些糟糕的事情，那么你们同样也会把那些不美好的事物吸引过来。所以说停止现在这种过度悲观和积极的思考啊，能够让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收获到更多的惊喜。那接下来的这2张牌呢，第1张牌是 The situation will improve，还有一个就是 You are ready。那么这2张牌组合到一起呢，说明你们可能接下来要面临到一个很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考试或者说竞争啊。你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那么其实呢，这张的 situation will improve 代表的是，虽然你们现在的人生
会有一些动荡啊，在不断的变化，你们在被动的迎接这些改变，但是你们人生的主题就是在动荡中不断的向上生长，因为人生它是有流动性的，你们要耐心的等待他们成长。你们现在早就其实你们已经做好准备去迎接这些挑战了，你们一直都在为了达成某个愿望而不断的压抑自己，实际上你们随时可以起舞。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4张大天使神谕卡给你们的指引啊。第一张，尤菲勒对你们说的 Clear your space， 清理你们的负面能量场啊，你们可以做一些外部的能量清理，把自己凌乱的空间，那么这种能量清理可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把你们凌乱的空间重新收拾，变得整洁起来，或者说做一些冥想去沉淀你们的内心疗愈自我。而第二张牌呢是 Outdoors， 那么这张牌呢也是大天使尤菲勒告诉你们的，当你们走出去的时候你们才能够收获到宇宙给你们的惊喜，因为你们走出去的这种行为其实是你们内心的状态发生了改变，你们主动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做出了改变。因为之前的你们刻意隐藏自己，即使你们有能力走出困境，也不愿意走出困境，因为久久无法放下执念走出过去。但是你们要相信时间可以抚平你们的伤口，你们要用更多的时间去感受幸福而不是被过去所拖住脚步。而第三张牌呢是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你们现在可能正在面临一个令你们感到恐惧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当你们突破以后，你们会发现这其实是虚惊一场，在那个看似难以逾越的大山背后，会是一个等待许久的礼物这是宇宙给你们的礼物。而最后一张牌呢是 Victory， 胜利。这是你们接下来会取得的一个，可能说这个胜利或者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算是一个得偿所愿的快乐，因为只要你们取得了这第一个小小的胜利，那么你们就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因为往往从0到1是最难的，而从1到100远远比你们想象当中的要更加简单。所以说在这组占卜结束之前相信从牌面上面得到的指引已经能够让你们站在一个更高的格局和角度看待你们当下所经历的一切，你们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所以请你们相信人间值得，未来可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首先呢，第二组牌的第一张牌圣杯的正位，代表的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们的感情丰盛而充沛，会让你们在一个团体当中更加受欢迎同时呢，也意味的是一个创造力会有一个大的爆发。那过度活跃的思维能量呢，会让你们拥有一个这种创造力的爆发，并且拥有很旺盛的表达欲。在你们表达自己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和这个世界建立一些不可思议的连接，而这些连接呢，会带给你一些惊喜，会收获到一些认同赞美，甚至有可能会有主动接近你们的桃花。那这些惊喜呢，来自于在你们表达自己的过程当中突然被人理解，你们在表达自己的过程当中看见自己，拥抱自己，看到你们内心的盔甲与软肋，完成从过去到未来的思考。那这个时候你们会惊喜的发现，你以为只有你们自己蜷缩在黑暗当中，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会有一个人提着灯走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他会在未来与你们并肩而行。而第三张牌呢，权杖8的逆位你们现在正在压抑自己的欲望，你们现在正在延迟享受为了某个更伟大的目标。现在的你们可能不常倾诉自己的苦难，因为你们的内心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们正在慢慢的活出自己真正的样子你们已经学会了用简单的心境去对待复杂的人生。而第四张牌呢，吊人被倒吊在木桩上，代表的是一种痛苦的状态。那这种痛苦其实源自于你们和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因为你们发现自己越有追求就越格格不入，越孤独，那这反而是你们人生向上生长的一个必经之路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4张天使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 Life Review。这张牌是大天使告诉你们，好好回想起自己过去的努力啊，你们的自信将会喷涌而出。而第二张牌呢是 Spread Your Wings。对你们当下，可能说你们现在需要开始行动啊，大展身手，因为你们的行动会赋予时光意义和生命力。你们的人生会经历3个阶段啊，先接纳自己，然后开始觉醒啊，最后用你们的行动改变命运。而第3张牌呢是 Beloved One。你们是宇宙的孩子，你们是被偏爱的，被庇护的，被保佑的。你们只需要大胆的跳下去，那么宇宙会接住你们。而第4张牌呢 Divine Order。神的旨意，任何愿望只要你们诚恳啊，宇宙都会及时做出安排。你们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命运给你们安排的一切，并不是想要为难你们，而是想要尝试着去教会你们一些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张天使神谕卡 Get More Information 啊，在你们做出判断、决定和行动之前，一定要熟悉更多，或者说一定要掌握更多的信息，这能够帮助你们做出更理智的决策。而第2张牌呢 Compromise。这张牌很特殊啊，它是一种妥协的智慧。有一些你们可能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呢，你们又拒绝妥协于世俗。实际上，一味的对抗或者说一味的妥协都不是正确的做法，既要妥协又要对抗，在对抗中妥协，在妥协当中对抗，这是一种曲折而又迂回的智慧和策略。现在的你们后退其实并不是认输，而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前进。而第3张牌呢 Meditation brings answers。 关于你们困惑的那个答案，其实只要你们静下心来，你们内心那个声音已经告诉你们答案了。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不管你们身在何处啊，不管你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们只需要跟着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走，那就是任何时候你们生命的方向。那第4张牌 Within the next few weeks，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你们就会得到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消息会是你们预期之内，或者说预期之外的一个好消息啊，可以代表的是你们一直以来的事情，或者说努力突然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也可能是原本陷入僵局的某个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所以说时间会带给你们答案，那未来的世界有你们所期待的一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第3组牌的第1张牌宝剑女皇，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思维会明显变得更为强大活跃，你们会比之前更加的聪明和理性。抽到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的认知能力啊，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而第2张牌呢，星星的逆位啊，代表的是你们之前一直都处在某种黑暗当中，但是呢，马上你们的人生就会迎来日出，因为星星代表的是新的希望。日出之美就在于它脱胎换骨于黑暗，所以说你们之前所经历的苦难，能够让你们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啊，这都是对于你们成长的一种邀请。所以说圣杯4的逆位啊，你们会在黑暗当中得到一个好消息啊，一个人生的转机。因为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也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啊，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归来。所以说我们这一生当中值得我们爱的东西有很多啊，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那权杖4呢，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会步入人生的正轨。你们可能觉得自己过去一直在走弯路啊，实际上你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必经之路啊，你们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迎来一个稳定的发展。而接下来的这4张天使神谕卡呢，第1张牌是 There is something better。 那么在当下可能说上帝或者说宇宙没有给你们想要的，并不是因为你们不配，而是因为前方你们值得拥有更好的。所以说相信美好是得到美好的第一步，你相信的就是你将要体验的，而你选择的就是你要成为的。第2张牌呢是 Peaceful Resolution。在你们内心当中所焦虑的某件事情啊，在接下来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和平的解决方案。那有些事情呢，
你们当时解决不了，就把它交给时间，放下你们的控制欲和执念，这样反而能够让你们更快的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那这个世界的玄妙就是这样超出你们的想象。而第3张牌呢是 perfect timing 啊，你们现在可能有一个一直想做，但是一直没有付诸于行动的想法，你们一直都停留在脑海当中，可能是时机不成熟，又或者说你们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但是在大天使看来啊，当下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时机。伍迪·艾伦他曾经说过，人们总说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但是必须由你们亲自做出那些改变。所以说这个时候行动比信心要更重要，因为你们必须要先迈出一小步，有了这一小步才会有未来，因为这一小步一小步的前进会逐渐积累成一大步的跨越式的发展。不要纠结你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要坚定不移的去行动，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而每一条路都是必经之路。所以说第4张牌 Yes， 大天使给予你们的肯定，他给你们的祝福，给你们的鼓励啊，那鼓励你们追寻自己的梦想，你们要把自己从这种自我怀疑和自我审判的泥潭当中拯救出来，同时你们也要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肯定，给自己的人生一个大大的肯定。那接下来呢，我们这4张大天使神谕卡，第1张就是 Moon Cycles， 大天使海涅尔对你说的，你们的人生就像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是变化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运势有高有低，有起有伏，你们要耐心的去等待，你们要把人生当成是一场马拉松，人生不是100米冲刺，你们有很多的时间去调整自己的节奏，暂时的落后并没有什么啊，它能够让你们有一种紧迫感啊，才能够让你们在后半程奋起直追。而第2张牌呢是 Healthy Lifestyle， 你们要在做出改变的过程当中，首先要从自身的生活习惯开始，改变自己的作息就相当于迈出了一小步，从改变作息改掉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开始，你们就是在逐渐的变好，或者说你们现在已经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了。而第3张牌 Brilliant Idea， 注意你们的思维啊，尤其是你们一闪而过的那个想法啊，那个声音，当你们选择那个声音的时候，当你们选择倾听那个声音的时候，你们就会做出行动，这种行动也会改变你们未来的人生轨迹，最终改变你们的命运，那个声音就是你们未来生命的方向。而第4张牌呢 You know what to do，你们一直都知道应该怎样去行动，你们已经无暇顾及身后的种种是非，因为你们已经听到了来自于远方的呼唤，你们要向前走，你们可以走得很慢，但是绝不后退。在这个美好又遗憾的世界里你我皆是来自于远方的独行者，不断行走不顾一切，我们留恋人间，只为不虚此行。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呢，第4组牌的第1张牌圣杯7，你们近期可能尤其的焦虑和浮躁容易在晚上的时候胡思乱想。但是呢，在接下来你们可能会迎接到的惊喜，迎接到一个惊喜，包括你们在人生道路上会遇到的一个贵人一个人生导师。这个贵人能够给予你们很多的帮助和指引而第3张牌呢，星币8，它代表的是你们所有的坚持和努力都会发光，因为向上生长的道路本来就是孤独的，但是你们要相信，只要你们重复一件可积累的事情，未来就会取得了不起的成就。而第4张牌呢，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接下来会收获到的一个礼物那你们手中捧着的这颗星币可以代表很多，可以代表的是一个收到的一个邀请，一个机会，一笔意外之财，甚至是某个人突然的表白这是你们用自己内心当中的真诚和勇气在做出改变之后所收获到的来自于宇宙给你们的礼物。那这张星币牌呢，它其实也代表的是纯粹的坚持某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得到一种由内而外涌现出来的力量，你们的努力其实都会被时光所沉淀下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加倍的回馈给你们。而抽到这张星币牌呢，也代表的是你们自身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们相信你们所追寻的必将寻你们而来，
而理想主义者的归途一定是某个温暖且光明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天使神谕卡。第一张 Meditation brings answers。对于你们困惑已久的问题，其实你们内心当中早就已经有答案了，只不过呢，有的答案你们不愿意面对，不想面对，不敢面对。如果你们想要显化自己的愿望，首先你们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对自己撒谎。而第二张牌呢是 Let Go。一念放下则万般自在。你们现在执着的某件事情，或者说执着的某个结果会把你们困在原地，动弹不得。而第三张牌呢是 Listen to your intuition。倾听你们内心的声音你们的直觉来自于你们的灵魂深处它会把你们带到某个温暖与光明的地方，那是你们的人生当中所能看到的最亮的光。而那束光，或者说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是你们任何时候生命的方向。而第四张牌呢 Abundance， 一种富足，富足的人生，富足的生活，迎接到的一个富足的收获，就是你们一直以来默默的努力会开出花来，你们会用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四张天使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 Take back your power， 拿回你的力量。过去的你们一直都在被周围的环境或者说身边的人所推着向前走。如果你们期待能够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那么你们必须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当你们能够承担起生命的全部，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为自己而活，你们就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最迷人的时刻。希望和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两件事情。希望你们不要在任何面前失去自我，失去自由，失去希望。你们会一点点变好，前提是你们相信你们值得所有的美好。而第二张牌呢是 Sensitivity。你们可能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敏感一点点小事就可以刺痛到你们，但是一点点小事也可以安慰到你们。这种敏感其实代表的是你们自身的灵性智慧正在慢慢的觉醒。我们会观察到一些被别人所忽略掉的细节，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会决定一件事情最终的结局和走向。当你们能够看到一些别人所看不到的细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们和别人拉开差距的时候。那第三张牌呢是 Remember who you are。那请记住你们是谁或者说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们忘记了曾经的你们也是闪闪发光的，你们受到了质疑，被打击，甚至忘了如何去爱自己，但是你们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重新找到自己生命的方向。第四张牌呢是 Prioritize。你们现在要学会或者说要安排有的放矢，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工作还有爱情你们要先处理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人生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们需要把握最主要的矛盾，把次要的矛盾先放在一边。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解决了主要的矛盾之后那些次要的矛盾也会迎刃而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要先收获到一个更优秀的自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